有妹有房，父母双亡，几乎是校园番的主角标配，也是很多宅宅梦里的内容。站在校园番顶点的校园四霸，那更是最宅幻想。但光说羡慕有点不够，那谁的生活更爽呢？生活无非就是衣食住行，可是吧，这个第一项一是没有什么比较意义的。由于小日子那个诡异的防攀比机制，学生那个校服啊，就好像长在身上一样。这些校园动画里，你能见到正儿八经有服装搭配桥段的，反而是千岁同学。你就说神奇不神奇吧？动画很大程度上为了节省人力，能少画一套衣服也就少画点了。私服上见到比较多的应该是冰果和千反田在咖啡店碰面，去千反田家里都是私服表现的折木。但你真说这个穿着能看出多好多差吧，好像也就一般。其他几位故事长一点的，看他们从夏季校服换成冬季校服再换回去，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评价的地方。有一说一，这套机制是真牛啊！吃的方面，小日子那伙食要不就算了吧。最贴近现实的应该是大老师吃的那些，一个面包一盒果汁。你要是让国内的家长知道学校给孩子吃这些，微博热搜得挂半个月。折木似乎没怎么画过他进食的画面，这个就论外了。陆哥其实也没有太多，这个算小赢一点。但真要说大赢，那肯定还是温水啊！校园四霸有5个不是常识吗？我们这样想，如果老八当时不给温水带饭吃，温水当时是不是会有家属给他做的爱心便当，甚至还每天都有？那么后来温水清空了老八的负债，那是不是天天都有家属的爱心便当？这真是大赢特赢了吧？其实也不是，毕竟紫川孝太这家伙能一个人吃4个美少女给他做的饭，赢麻了。住宿方面，陆哥毕竟住的是宿舍，还是差点意思，这个就论外了。其他几个人的家，紫川孝太的房子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公寓房，就他和妹妹住也不算小，配套设施也很齐全，算中规中矩。而至于其他几个人嘛，就有点夸张了。大老师家看着就是标准的日式一户建，完全独立的一栋房子，而且面积还不小，至少光是这个客厅就不简单。折木的家也很大，但他和家长一起住，多少有些受限啊。没有说大老师不和家人住啊，但你看大老师连吃早饭的时候，家长都没有一点镜头，这忙的已经和不是一起住没什么区别了。而温水家嘛，你看他家这个玄关的挑高，我感觉他家的玄关比我房间都要大，而且温水的房间也是一点都不小啊，不敢想象这兄妹俩到底有多有钱，而且父母也没出现过。至于出行方面嘛，陆哥因为几乎都在校园内活动，基本上行动全靠腿。温水是步行加电车，虽然看着平平无奇，但人家回家路上有家属在那等着呢，可以说和其他人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了。折木和大老师的通勤手段都是自行车，大老师有时候还要带上小婷一起出门。说实话，在出行这方面没什么特别好比较的，很难说到底有什么好坏，毕竟最好的也就是自行车，基本只能算平手。那么你心中最想过这些主角中哪一位的生活呢？觉得他哪一点过得最爽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